羽绒服破洞的无痕修补方法，这样做美观又大气，一点都不留痕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羽绒服是秋冬季节的必备单品，保暖性好又更加厚实。但在穿着羽绒服的时候，也很容易面对一些日常的刮蹭问题。如果羽绒服破了洞，里面的羽绒就很容易钻出来，不仅影响美观，也影响穿着的舒适度。那么羽绒服破洞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羽绒服破洞的修补方法，这样做美观又大方。首先我们准备这种一次性口罩1个，家里的一次性口罩过期了也千万别扔掉，它们浑身是宝，简直是妙用无穷。口罩有3层，今天我们要取的就是中间的这一层，根据破洞位置的大小剪下稍大的一小块，这一块呢就可以用。现在就可以把它给铺平正，然后把它塞入破洞口这里，这样里面的羽毛呢就不会跑出来。把它平铺在羽绒的上面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穿针。穿针方法教大家一个简单的，我们把线呢搭在我们的食指上，然后用针压住我们的线，慢慢的摩擦针和线。大家看一下，很轻松的把线穿进针眼了，这比传统的用线对着针眼穿针的方法简单多了。现在我们来穿第一针，从里面往外缝出来，这样穿针呢可以把线头藏在里边。再从右往左穿针，一直往上缝着走，一直重复这个操作。缝补的时候记得用粗一些的线，这样呢可以把破洞的地方遮盖得更完美。一直缝到把这个破口的位置缝补完为止。然后呢，找一个硬币，把这个破洞完全给盖住。再取6个点，位置平均一些，平均6个点，用记号笔做个记号。看一下，一共是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点。位置稍偏的，我们就给它纠正一点。要先取这6个点，从其中1个点把它拉到对面的点，再从左上的这个点给穿出来。穿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穿到这个羽毛，穿到这个羽毛就会把羽毛给拉出来了。拉到这个对面右下的这个点，如果线比较细的话，从这里开始呢，我们就取双股线，这样缝出来呢就会更好看。从右上的这个点穿出来，然后我们拉到这边，再从左下的这个点穿入，再从中间穿出来。看一下，现在呢它就形成一个米字形了。现在开始穿线，从中间这里用针穿过，然后把针再倒回，再穿一次，穿到下一根，倒回绕过这根，再往前走1针。要穿的时候呢，总是倒回1针，下一针呢也是倒回1针来穿，就是这样重复操作。其实很简单的，线的颜色呢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，和一副颜色搭配的来协调的，缝出来就会特别好看哦。看一下，总是倒回1针，然后呢穿2条线，还要倒回1针，穿2条线。这个线呢用的是十字绣线，因为它粗一些，缝出来呢会很好看。网上呢就有卖的，颜色齐全不说呢，还十分便宜。我们就一直重复操作，直到刚刚拉到6个点的直线呢被线填满。最后我们把线呢拉到里面打结就结束了。羽绒服破洞了，相比购买新的羽绒服，自己进行缝补呢，可以大大减省成本，而且缝补呢是一种环保的选择，因为它减少了浪费和环境污染，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或颜色进行缝补，
使修复后的羽绒服呢更具个性化。当羽绒服出现小破洞时，可以立即进行缝补，避免破洞扩大，延长羽绒服的使用寿命哦。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种缝补方式。面对这种长条形破洞，我们用这种方式缝补呢最合适不过了。刚开始我们和方法1一样，先在里边垫块口罩布，将其均匀的平铺在羽绒服的破洞口下面，防止羽绒跑出来。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线，就可以开始缝纫了。第一针和开始的方法是一样的，这里为了大家看得更直观，所以我们用的颜色擦。然后开始第一针，我们从里边往左边呢出针，然后第二针往右边平行穿第一针，往左边第一针上方斜着穿出，第三针右边穿进，左边斜上方穿出，第四针右边穿进，左边上方穿出，就和刚刚一样的重复操作即可。因为这个棉线的原因，我们出线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障碍，整理一下就好。就以这个方法，左一针右一针的往上缝着走就好，一直缝到这个破洞的尽头。如果羽绒服破洞面积不是很大，建议选择同色系的线来进行缝补，只需要注意缝补时的针脚细密精致，同色系的线缝上去呢是看不出任何痕迹的。好了，一直缝到把破洞遮住，然后呢最后一针我们从中间穿出，这里不是有2根线吗？活动的这一根慢慢拉，不要全部拉出去，让它卡在最后一针这里，这个接头呢就看不到了。这时单股线呢演变成双股线啦。接下来我们就用双股线往下再缝回去，不过针法不同了，大家注意看哦。第一针我们从这根线这里，左边从下往上穿出，把线拉紧，然后第二针我们依然从这根线这里，右边从上往下穿出，针穿到一半时停下，这时我们把剩下的线拉过来压在针的下方，然后把针拉出，在左边从下往上穿出，右边从上往下穿出，记得把剩下的线拉过来压在针的下方，然后呢把针拉出，就这样一直重复操作。这里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的速度呢是很慢很慢的咯，让大家可以看一遍就会。想想就这样一个小口子，花钱去请师傅修补，收费还老高高的，左想右想还真的是不划算的。这绣补呢真的是一种性价比还算不错的方式了。好了，最后一针结束后，我们把线呢从这里穿出去，在里边打个死结呢就好，这样外边呢就看不出任何痕迹了。接着我们把里边多余的线呢给剪掉，整理一下，我们的羽绒服呢就修复好了。如果大家选择与羽绒服颜色相同或者相近的线，把羽绒服的口子仔仔细细的缝起来，这样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就不容易看出羽绒服划出来的口子了。那如果您的羽绒服实在是太贵，而且破洞比较大的，觉得自己无法单独处理的话，还是建议找到专业的人士进行修补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呢就分享完了，有需要时就动手去试一试吧，效果绝对会让你满意哦。总之，根据羽绒服破洞的大小，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修补。如果羽绒服破洞面积不大，可选择与羽绒服颜色相同或相近的线进行缝补。缝补时尽量让针脚细密精致，这样同色系的线缝上去后不太明显，对美观度的影响较小。那稍微大一点或者是不规则的破洞面积，在破洞的位置缝出美观的刺绣图案，既能遮盖破洞，又能增加美观度，还不会影响穿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，
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期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文方面、语句方面，期待和您交流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